窗飞出光芒，且望寸之现罗场，大叛就却一荒凉啊！钟声响，问红尘浊酒一壶断肠，涅槃重生落纸上，我已血肉破苍狼。天浩荡，我生来平庸，又何妨？冷眼刀法几时狂？悬崖深处风雷荡。非思量，生与死梦一场，剑出鞘问仙纲，人世间多无常，造化乾坤自比奇门真相。蓝似海吞八方，须臾间尽沧桑。我逆光去飞翔，续写三界望不新的篇章。花瓣修仙尽在一念之间，蝼蚁身退全忘，海中沙月天荒。少年行风雨闯，我逆转仙与天，何惜一场？前辈可知四派联盟纷乱的原因？不就是四海联盟弄到了雪域修士的一件玉鼎吗？持鼎之人都可以进入古仙界的风雨雷电四大仙门。王兄，请看，血域不退，这血便化不了。不用害怕，走，我带你去找你的家人。如今两国大战一触即发，正是夺取余鼎、获得仙界机缘的最佳时机。王兄，我们派往诸国求援的队伍逐渐返回，此次国战牵扯之深，甚至超出之前想象。我们向周围8个4级修真国求援，几乎全数吃了闭门羹。唉，即便是接待了使臣的国家，也对出兵参战之事避之不及。唯有世代交好的一国，出于同情才隐约道出。他们各自的上国早已下令，严禁参与四派灭国之战。平血于一个4级修真国，怎会有此等分量？唉，此战真正的缘由，竟只是血域国的一名女子。此女仅仅以100年时间，未曾服用任何丹药，便达到了化神期巅峰。传闻她还是见所未见的武灵之体，生来便可调动五行之灵为己所用，为朱雀星万年来天资第一人。此天资引得朱雀国侧目，并且亲自邀请她加入朱雀国。此女仅仅向朱雀国提出了一个条件，让血域国成为5级修真国，并离开贫瘠之地，更换国制。他选择的正是四派联盟。在此之后，血域国的余鼎便突然出现在四派联盟境内。此次大战定会有不少化神强者，我修为有限，若真狭路相逢，打下这进犯的最后一道禁制，便是我唯一的生机。坐
天庭80丈内，前面不可有法宝干扰。注意，奉掌门之命，取来水墨门青玉钟，此宝可作镇眼。诸位道友，随我布阵。是。大人，龙魂就位，随时可以苏醒。来了。雪域国道友，你们既是为于鼎而来，于鼎在此，两国可否就此休战，留苍生一线生机？国土血域汇聚，于鼎血域汇聚，苍生留的也是血域的苍生，杀了他，此处就是雪域国新的国址。血域修士以满地冰雪施展神通，10年大雪，原来如此。人不可无家，我等修士也是人，若不想家破，今日也要死战到底。五行之灵。早听闻武林皆有化神势力，今日便让老夫来会一会。双方都还在保存实力。冰雪之塔，雪域化神强者。36位化神，4位化神后期强者，雪域国高手全数上阵了。在下黑魂派骤云，阁下是雪域国红蝶道友。
原来是赵云阁下，四派联盟9位化神后期之一，久矣。九子绝杀阵威力极大，兵变之下堪称必杀。此阵虽强，却需要消耗诸位前辈的寿元。没了国，没了宗，没了命，留着寿元有何用？此战关键就在红蝶，此女一死，雪域没了朱雀上国的支持，才有退兵的可能。雪域自然会想到我等袭杀红蝶的可能。若是10几名，甚至几十名化神一起埋伏在红蝶身侧，出手阻拦，怎么办？逼雪域化神全力投入战场，不计代价。诸位道友，动手！岁月。自然寿元，休想！此阵分开了攻击。九子绝杀阵，起！老子出手，必杀之！击杀红蝶，似乎也太过简单了。红蝶已死，四派今日寸土不让！寸土不让！竟有护国苍龙血脉，难怪以他元婴修为，却在四派联盟之中地位如此之高。红蝶身死，武灵虚弱，诸位道友全力出手，切不可纵虎归山。天逆珠五行不全，若是能吸收这化神土灵，值得赌一回。你还能跑到哪儿去？
仗是不容小觑。孽畜！大胆！晚辈白云宗弟子，家师青松，奉师尊之命来取土灵，前辈莫怪。是青松的岁月一剑。白云宗，若是那化神出手，我必殒命当场。进犯几乎被毁，虎口多时，太过冒险。这是这冰雕野神识几乎难以探查，即使是四派联盟的化神修士，恐怕也没有察觉。此物蕴含恐怖的冰霜之力，应该是阵法中的一环。这个冰雪之战涵盖整个四派联盟，此战没有结束。冰雪之阵，这是阵法，或者是招式。使者大人，朱雀国曾答应为我出手一次，那么现在，请杀了这条苍龙。在九州，我们信奉的只有穷尽人力、逆天改命的历代先贤。神不堪一击。